1908年11月，慈禧去世。由于生前奢侈无度，所以慈禧的葬礼也办得很是庞大。下葬当天，仅是抬棺之人就有120多人，送葬人数更是高达数千人。然而就在送葬队伍走到东陵时，怪事发生了。只见慈禧的棺椁下突然渗出大量血水，并且周围还散发出浓烈的恶臭，熏得众人连连作呕不止。那么慈禧的棺椁底下为何会渗出大量血水？那股难闻的恶臭又是从何而来？在视频开始之前，还没有关注的小伙伴麻烦关注一下，并长按点赞5秒钟，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谢谢。揭秘之前，让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慈禧的一生，看看这位奇女子到底有多奇。慈禧本名为叶赫那拉氏，1835年11月29日出生于满族的一户官宦人家。咸丰2年，17岁的慈禧被选入宫中，成为咸丰帝身旁的一名贵人，赐号为兰，并在2年之后晋封为嫔位。据历史记载，咸丰帝是一个十分好色的皇帝，后宫嫔妃更是不在少数。而慈禧一没有高贵的血统，二没有显赫的地位，却可以在一众妃嫔之中脱颖而出，可见其除了有过人的美貌之外，更是不缺手段和心计。不过奇怪的是，咸丰帝虽然嫔妃众多，但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了咸丰帝的一大憾事。意识到这一点的慈禧开始不断调理身体，以求能够生下皇长子母平子贵。奈何慈禧有宫寒痛经之症，虽然做足了各种备孕的准备，但迟迟不见任何喜讯。为了治好宫寒痛经之症，慈禧便在一次侍寝之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咸丰帝为其指派一名御医进行调养。经过1年时间的调养后，慈禧终于如愿以偿，顺利怀孕，并生下了咸丰帝的第一个皇子载淳。咸丰帝大喜之余，立马晋升慈禧为贵妃，而此时的咸丰帝的后宫中并没有设立贵妃，所以慈禧也就成为了后宫中真正的一人之下。纵观各朝各代，一直有着后宫女子不得干政的不成文规定，然而同为后宫女子的慈禧却是得到了咸丰帝的亲自准许，不仅可以看读奏折，甚至能够代笔批阅。原因无二，只是因为慈禧是后宫中唯一一个同时精通满汉2种语言的妃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让慈禧慢慢熟悉了军国大政的处理方式和技巧。此时的清王朝早已开始走向没落，内有种种忧患，外有列强环伺，英法联军更是占领了天津。成大事者，遇事临危则不乱。国难当头之时，作为一国之君的咸丰帝非但没有彰显出丝毫帝王气概，反而是像个孩子一样无助痛哭，整个后宫更是乱作一团。唯有慈禧主动站了出来，宽慰咸丰帝之余，又为其出谋划策，召见恭亲王共议大事。此后，慈禧在咸丰帝心中的好印象更甚。众所周知，慈禧一直都是一个野心极强的女子，随着咸丰帝身体的日渐衰败，慈禧的这份野心也渐渐有了苗头。值得一提的是，咸丰帝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载淳。彼时载淳年幼，众大臣为了防止慈禧聘妻私臣，便纷纷上书去母留子，以绝后患。慈禧在得知此消息后，一不哭闹，二不求情，而是选择抱着载淳天天守在咸丰帝病床前。咸丰帝虽然好色昏庸，但却并非残暴之人，所以最终还是没能忍心对慈禧下手。咸丰帝去世后，载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一任皇帝，而慈禧也就成为了皇太后。只不过让慈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咸丰帝为了防止慈禧把持朝政，竟是留下了8个大臣共同辅佐新帝。显然只要8大臣存在一天，慈禧就不可能掌握政权。认识到这一点的慈禧，当即联手恭亲王奕欣发起政变，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辛酉政变。辛酉政变之后，8大臣或死或被罢职，彻底扫清了慈禧夺政的道路。就这样，年仅27岁的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的日子。此时的清王朝比之咸丰帝统治时期更为不堪，形容一句外强中干丝毫不为过。尽管慈禧实行了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挽救清王朝的举措，并且还重用了李鸿章和张之洞等诸多名臣，但都丝毫没有起到任何的实质性作用。1908年，慈禧去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而清王朝也在不久之后毁灭。说完了慈禧生前的故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她死后的怪事。据悉，慈禧出殡当天，
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葬礼，仅是抬棺之人就多达128人，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公里。然而就在送葬队伍走到东陵之时，怪事却出现了。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暗淡下来，狂风将陪葬的纸人吹得猎猎作响，让送葬的气氛显得格外阴森诡异。与此同时，狂风还夹杂着剧烈的恶臭吹向众人，不禁让人连连作呕。这是什么味道？也太臭了！谁说不是，也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正在众人纷纷讨论着恶臭的来源时，更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原本好好的棺椁，竟在不知不觉间渗出了不少血水，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意外的变故让抬棺扶灵的队伍瞬间乱了阵脚，众人大有弃棺而逃的想法。见此情形，负责把控葬礼的李莲英及时站了出来，装模作样地说道：“大家都不用害怕，这是老天爷来给老佛爷送行了。”对于李莲英的这番鬼话，百姓们自然是不会相信，暗自里猜测定然是慈禧坏事做尽，现在遭到了报应。那么事情真的就是上述所说的这样吗？答案显然是并非如此。不过在揭晓上述答案之前，我们要先来揭开另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何慈禧在去世1年之后才选择下葬，这期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关于这个问题，有2个呼声最高的答案，其中之一是说慈禧的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葬礼才会迟迟没有进行。加之慈禧和光绪帝是在同一年去世的，按照2人的身份，自然是要先举行光绪帝的葬礼，哪怕是把控政权的慈禧，也不能同时与皇帝一起举行葬礼。值得一提的是，慈禧的陵墓整整修建了13年，其规模豪华之程度，当真不是3言2语就能轻易形容出来，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第2个说法就是，慈禧生前十分迷信，所以特意找了风水大师推算出了一个下葬的黄道吉日，也就是1909年11月5日。不过这2种说法都是后人的猜测，至于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恐怕没有任何人能解释得清楚。为了防止尸体腐坏和发臭，工人们也是下足了功夫，不仅使用了金丝楠木打造棺椁，还在棺椁的外部涂了49层的封层，密封性着实是无话可说。此外，他们还在棺椁的内部放置了诸多防腐材料和香料，就连尸体也经过了精密的防腐处理。至于上述所提到的棺椁渗血一事，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老鼠血。因为有一个说法是，李莲英曾让人打开过棺椁查看，发现了29只死掉的老鼠，所以就有人猜测，可能是在封棺的时候将偷偷溜进棺椁里的老鼠一并封在了里面。老鼠由于吃了防腐剂和香料，所以中毒而亡。不过这个说法显然是有些站不住脚，先不说工人到底是有多疏忽，才会让这么多的老鼠跑进皇太后的棺椁中，就是这渗血量也显然不是29只老鼠所能达到的血量。这时就有另一种较为科学的说法出现了，意思大概就是说，在慈禧的棺椁中有大量的液体防腐剂和香料，在抬棺之时因为颠簸不稳，所以导致了液体从棺椁的缝隙中漏了出来，而这些液体的颜色又恰好是红色，所以就被众人误认为是血水流了出来。虽然说这个说法也没有100%被证实就是真的，但显然是比老鼠血更能令人信服。那么所谓的恶臭又是来自哪里呢？难道真的是慈禧尸体散发出来的味道吗？这一点其实就更好解释了，这个恶臭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尸体腐烂所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当时送葬规模太大，仅是走完全程就需要耗费5天的时间，这期间根本就不能洗澡，再加上众人的运动量较大，出汗自然是在所难免。如果说一个人倒也还好，可这成千上万人的汗臭味聚集到一起时，那味道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还有就是送葬的队伍中有不少车马，负责拉车的马匹牲畜可不会像人一样会找地方上厕所，所以排泄物就会拉得到处都是，形容一句臭气熏天也丝毫不为过。这一行送葬队伍就像一个移动的臭源一样，走到哪里臭到哪里，附近的百姓们自然是不愿意待见。加之慈禧的名声并不好，经过众人的口口相传，难免会有一些添油加醋的成分存在，慢慢也就成为了一件邪门的事情。前文提及过慈禧的陵墓修建耗时13年之久，其实这个说法也并不正确，因为在1879年的时候，慈禧的陵墓就已经修建完成，只不过因为慈禧不太满意的缘故，所以又开始了重建。慈禧生前生活奢靡，所以对于陵墓修建的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一个奢华。这样的奢华不仅体现在所用木材多为名贵的黄花梨木外，陵墓中的3大殿所使用的叶子金就多达4000多两，
更不用提那2000多条的彩绘金龙以及其他用金之处。还有一点就是，慈禧的陵寝中的汉白玉更是价值连城，石雕图案更是精美绝伦，其他金银玉器等随葬物品不计其数，奇珍异宝也不在少数，仅是珍珠就铺满了整个棺椁。如此奢华的陵墓，必然会引起不少人的虎视眈眈，而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大军阀孙殿英。1928年7月，孙殿英为了盗取慈禧墓中的宝物，特意命人用大炮轰开了慈禧陵墓的大门。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耻行为，孙殿英甚至还想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自己的祖宗3代都被满清所害，自己要为他们报仇雪恨。这个理由虽然很是荒唐，但却没有人敢反驳和嘲笑，毕竟以孙殿英的人品，那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这样，孙殿英等人成功进入到了慈禧的陵墓中。看到眼前堆积如山的宝物时，孙殿英满眼都是贪婪之色，恨不得立马将这里搬至一空。尤其是当孙殿英打开慈禧的棺椁后，更是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那一颗颗硕大的珍珠当真是世间罕见。而更奇怪的是，躺在棺椁之中的慈禧丝毫没有腐烂的迹象，皮肤仍然可见弹性，与其说是死人，倒不如说是一个睡着的人。遵循贼不走空的原则，孙殿英盗走了慈禧棺椁中所有的宝物，还包括慈禧口中含着的那颗罕见的夜明珠。然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等到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被取出后，尸体竟是逐渐干瘪起来。事后有专家对此解释称，这是因为慈禧的遗体之前一直处于真空密封的状态，突然接触到空气后，尸体发生氧化反应，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情况。另一边的溥仪在听闻老祖宗的坟墓被盗后，顿感气急攻心，当即派人前往查看。等到载泽和麒麟等人到达慈禧的陵墓时，看到的就是早已被洗劫一空的墓室，慈禧的遗体更是被随意扔在了地上。此事一经传出，立马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少人开始谴责起孙殿英的无耻行为。眼见事态愈演愈烈，孙殿英终于是坐不住了，为了逃脱追责，孙殿英便将盗来的部分昂贵宝物转手赠送给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大人物。有了这些人的庇护，孙殿英盗墓的事情也算是不了了之，只留下溥仪气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可能就连慈禧都没有想过，自己风风光光了一辈子，死后竟然还会遭此大劫。不过就慈禧身上发生的那些奇怪之事，至今仍然一直被人们所讨论，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给出一个100%明确的答案。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